鱼的花瓣的话，它是一种长水滴的形态，它不像我们的玫瑰是两头尖，中间胖，它只有一头啊，它只有一头尖啊，一头是圆的。那我们在画的时候顺序可以不一样，我先演示一下。首先第一种花瓣的顺序哈，你们看我的演示。好，那这是第一种，再看一下第二种。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加的简单一些呢？是不是第一种更加的简单一些？那是因为角度不一样。如果说我们在画第一种方法的时候要快一些，第二种是不是要去填，要去描？就跟我们做平涂的时候要先画框，框画完了再到里面去填色，对不对？而第一半的话，我在画的时候一笔就拉成了，那是我们笔的角度不一样，用法不一样。首先第一种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我在旁边写一个线条。我在它旁边打一个箭头啊，这个箭头呢是我的笔尖这个箭头是我笔尖所指的位置，然后呢我的笔运行的方向啊是往这个方向去运行的，笔尖所指的位置在这里，那我的运行方向是在往下方去运行。好，给大家再演示一次，取上颜色了之后，笔尖的方向是朝向上方的啊，朝向上方。然后轻轻的落笔，用毛尖拉一个小尾巴出来。好，越往下运行，逆着笔尖的方向往下运行，一边往下拉，一边压笔，压笔之后慢慢的提笔收。好，那你看一下一个小雏菊的花瓣。不过这里收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压下去，拉完小尾巴之后，我压下去的这个弧度，你看。我大概是压到这里，对不对？那么我在压下去压了多长，往下拖的时候，慢慢提笔的时候，我收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我刚好压的那个位置？也就是看拉完细线之后，我压笔，好，我压了之后，我提起来给你看一下，我是不是压笔的时候，笔腹压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在慢慢的去提笔的时候，好，压完之后提笔的时候。那我的笔尖是在笔腹压的那个位置就开始收了的，而不是超出。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笔腹压的这个位置是我最后收笔的位置。你不能说我压在这儿，比如说我压的是这个位置，好，我在收的时候，好，我还要往下收，我还要往下收，那画出来它就不是这种水滴状啊，就不是边缘圆润，前面带小尖尖的花瓣了，它就是两头尖，中间长，中间胖的那种花瓣了。我们压的时候，笔腹压的这个位置是我们最后笔尖收笔的这个位置，能理解吧？再看我演示一遍啊。好，笔尖轻轻的落笔拉细线，好，笔尖压下去。那提起来，好，慢慢的提笔，慢慢的去提笔收，不然的话积水会有点严重。你提笔太快的话，慢慢提笔，水会被我们的笔尖慢慢的收走的。我再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一下侧面啊，看一下侧面。好，轻轻。好，看一下侧面，能看得清楚我的笔的运行方向以及那个压笔的一个力度吗？我不太好看，我不太好看。然后这是第一种啊，就是顺着我们笔尖的逆着我们笔尖的方向去做的一个运行技法手笔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花瓣，1、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花瓣。第二种花瓣的话，它直接就是，对吧？直接就是去填空。好，这个箭头呢，就是笔的运行方向咯。好，中间再次去填空。那也就是说，它起笔的位置这里是呈一种收拢的姿态，但是呢，往外扩，然后去给它围成这样子的一个圆。好，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正锋了啊，笔的使用方法就是一个正锋。好，拉出小尖尖，
中间去给它描成这样子一个圆。不过这种在画大一点的花瓣的时候倒是还蛮实用的，小一点的时候也很实用。看，对，先画框框，中间去填色，慢慢的将多余的颜色笔尖吸走。那我们雏菊的花瓣就是这种窄窄的啊，瘦长的水滴。水滴是什么样的？有尖尖的，边缘圆润，带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雏菊的花瓣这个小水滴啊，它是一个瘦长的小水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把它给组合起来。组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定一个点，对，先去画一个花心。好，我在这个位置画一个花心。画好这个花心之后，画好这个花心之后，我们去画花瓣。花瓣下方画的比较顺手的，我们就可以用第一种方法去画。好，围绕着这个花心去打圈儿。好，到后面如果说我们画的不太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第二种的方法去画，因为这个要考虑到的是转笔。那很多宝子呢可能会转不好笔，比如说我们要往上倒了，笔尖永远都是对准花尖儿。好，压笔提笔收。好，压笔提笔收。好，侧面要把笔又倒过来，总之你往哪边画，你的笔就倒往哪边。好，可以这么去画，也可以用我们第二种方法，对吧？第二种方法从外面往中间，对吧？从外面往中间去拉尖尖，这种方法就要麻烦很多。好，这种方法虽然笨啊，虽然说不是说笨，虽然说它很原始，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正面的菊花，是一个圆形正面的菊花。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角度的。不同的角度的菊花的话，我们正面的是一个圆儿啊，正面的是一个圆儿。我们在画侧面的时候，同样它也是一个椭圆，侧面是椭圆形。然后45度角呢，45度角是一个半圆形。45度角的话，它是一个半圆形，但是这个半圆啊，可以稍微的有弧度一些它可以是花瓣往下倒，对，胖胖的半圆也是 OK 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同角度的雏菊。像这种椭圆形的话，那它就是两侧的花瓣要稍微的长一些。好，正面的这边已经演示过了，这种侧面的就是两侧的花瓣稍微长一些。先画左边这一半，然后旁边，好，上方，先画好这3瓣儿，然后再来画一下这边。这边的也是先把正左侧一半
两瓣，好，三瓣，好，看左三右三两个长的，接下来的话都是要短的咯，而且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短的话，我们就把笔稍微立起来一点，压下去啊，稍微立起来一点，压下去，就不要把笔放那么平，因为笔放平，你压下去，它的面积会广一些。你把笔立起来放下去，它的花瓣就没有那么的长。这个给大家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一下啊，如果说我们把笔立起来压尖尖，是不是接触面积只有这么宽？好，我们不要这么立起来，稍微倒一点下来，好，再去压，那是不是就要长一点？那不要这么倒，再倒，再把笔放平一点，距离甲面的这个角度再放平一点，我再压下去，来看一下。所以说我们再去压的时候，花瓣的长短是跟我们笔和甲面的一个角度啊有关系。笔尖立起来压的呢，当然自然就会短一点点。好，上方。两侧长，中间短，把那个花心给它画出来。花心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黄颜色加一点棕色给它压一下啊。花心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不要去画一个圆，画一个半圆。对，角度问题，我们或者是去画一个椭圆是 OK 的。好，看一下，比如说看一下上面，这个呢就是一个45度角的雏菊，两侧长，上下短，两侧长，上下短。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正面的，长短基本上一致。然后再来看一下更侧面45度角，正面45度角，侧面的话它是一个半圆形态，主要侧重于左右和下方。好，下方左边，右边，都是往下的，像一个碗儿一样啊，花瓣都是有一点点往下。好，都是有一点点往下。好，花心给它画出来，一个半圆，那上面顶出去一个半圆。好，下方填上，像一个包子一样填上，相当于呢，我们只去给它画了一半的位置，那这个小雏菊就画好了。枝干和叶子给它加上。画一个细细的线条，弯弯的，然后在中段的位置线条中上的位置画两个小撇出来。然后它的叶子的话，叶子也是像它花瓣一样去画，这种长水滴。好，往下拉，收回来。每个叶子的根部加一个小线条儿，好，那这个小雏菊就画好了，3个不同角度的花瓣。